有一种累，不是因为事情太多，而是你一直在里面拉扯。你在做决定，却同时怀疑自己。你在往前走，却不断回头确认。你在表面上运作，但内在其实没有真正站在同一个方向。那种感觉很消耗。你可能说不出具体哪里不对，但你知道自己一直在用力维持。你一边想做到最好，一边又觉得自己不够好。你一边想放松，一边又不允许自己停下来。你在不同的声音之间摆荡，每一个声音都像是真的。于是你不停调整，不停修正，不停在脑中模拟各种可能。这样的状态就是内耗。它不一定看得见，但它会慢慢把你的力气带走。你可能还在行动，还在前进，但那种前进变得越来越沉重，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有点撑不住。不是外在崩塌，而是你内在的空间已经没有余裕。你停了一下，没有再分析，也没有再修正。你只是问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：现在的我到底在拉扯什么？这个问题让一些东西浮出来。你开始看见那些反复出现的想法，那些让你犹豫的声音，那些你一直在两边摇摆的地方。你发现你不是没有方向，你只是没有选择站在哪一边。当你一直同时抓着两个方向，你就会卡住。当你一边前进，一边否定自己，你就会消耗。于是你开始尝试一件新的事，不是找到完美答案，而是先停止拉扯。你没有急着确定所有事情，你只是选择在某一刻站在自己这一边。这个选择很小，但很关键。当你不再同时怀疑与前进，当你不再一边做一边否定，你的内在开始一致。那种一致会让你感觉到一股力量回来。你没有做更多，却变得比较稳。你没有更用力，却更清楚。你开始发现，原来你之前的疲惫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你把太多力气用在对抗自己。当你停止内耗，那些原本分散的能量会慢慢回来，回到你的身体，回到你的感觉，回到你可以真正使用的地方。你开始比较轻，比较流动，也比较有空间去做选择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你不需要再更努力，你只需要停止对抗。当你不再消耗在内在的拉扯里，你本来就拥有的力量自然会回到你身上，而那份力量一直都在，只是你终于让它可以被使用。你常常觉得累，不是那种明显的疲倦，而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消耗。你没有真的做很多，却总觉得提不起力气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不够有动力？是不是状态不好？是不是需要再更努力一点？于是你试着推自己，让自己多做一点，让自己振作，让自己回到那个应该要有能量的状态。但越是这样，你反而越疲惫，因为问题从来不在于你没有能量，而是在于你的能量早就被用在别的地方，只是你没有看见。你花很多力气在想自己做的对不对，想别人怎么看你，想接下来该怎么做才不会出错。你在行动之前已经消耗，在行动之后还在反复检查。你也花很多力气在怀疑自己的选择，怀疑自己的能力，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走这条路。这些念头
没有让你停止，但它们一直在拉扯你。你一边往前，一边在内心质疑自己。这样的状态会让你的能量分散。你不是没有力气，而是你的力气没有集中，还有一部分被用在对抗自己。你压抑情绪，控制反应，让自己维持在一个应该要稳定的样子。这些努力都在消耗，只是它们不容易被发现。于是你开始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没力，但其实你的能量没有消失，它只是被困住了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停下来，不是为了让自己更有效率，而是单纯的观察。你看见那些一直在运转的念头，看见那些反复出现的怀疑，看见你如何在每一个选择里同时前进又后退。这些看见让你慢慢理解，你不是缺少能量，你只是把能量用在内耗上。当你开始理解，你没有立刻改变所有习惯，你只是先做一件事。当你发现自己又在拉扯，你稍微停一下。你不再同时抓着两个方向，你不再一边行动一边否定。你选择简单一点，先走一步，不急着评价，先感觉，不急着修正。这样的调整很小，但它会慢慢释放空间。当你不再把力气用在内在的对抗，你会发现，你开始比较有力。你不需要再额外补充，也不需要一直逼自己。你只是把原本被消耗的能量拿回来。慢慢的，你的状态会改变。你变得比较清楚，比较稳定，也比较能持续。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强，而是因为你不再分散。于是你终于明白，你一直以为自己缺少的，其实从来没有不见。只是当你停止内耗，那些本来就属于你的力量，才终于有机会回到你身上。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是紧的，不是明显的压力，而是一种长期维持的状态。你在想事情的时候是紧的，在做决定的时候是紧的，甚至在休息的时候也没有真正放松。你的内在像是一直在准备应对什么。你习惯预想，习惯防备，习惯让自己随时可以处理状况。这样的你看起来很稳，但只有你知道那份稳是撑出来的，因为你不太允许松开。你会担心一旦放松，事情就会失控。你会觉得只有保持紧绷，才能让一切维持在可掌握的范围。于是你一直撑着，撑着情绪，撑着节奏，撑着那个不能松的自己。但这样的撑是有代价的。你开始觉得疲惫，开始觉得卡住，甚至开始对很多事情失去耐心。你会觉得外在变得很硬，人变得难相处，事情变得不顺，世界好像一直在对抗你。但你没有发现，那份硬其实也来自你内在的状态。当你是紧的，你看出去的世界也会变得紧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慢了一点，不是刻意放松，而是你有点累了。你没有再那么用力控制，也没有再那么快回应，你只是让自己多停一会。就在这样的停顿里，你开始感觉到身体，感觉到呼吸，感觉到那个一直绷着的地方。你没有立刻改变，你只是看见。慢慢的，那个紧开始松了一点，不是完全放开，只是没有再那么用力抓住。而就在这个微小的松动里，一些东西开始改变。你的反应变慢了，你的语气变柔了，
你不再那么急着解决一切，你开始多了一点空间，去听、去看、去理解。而就在这样的状态里，你会发现，外在也开始不一样。人没有那么难，事情没有那么卡，对话变得比较顺。不是因为世界突然改变，而是因为你不再用力对抗。当你松开，你就不再传递那种紧绷的讯号，而世界也就不需要用同样的方式回应你。你开始明白，你一直以为是外在让你紧绷，但其实是你的内在状态影响了你看见的世界。当你开始松开内心的紧绷，你不只是让自己轻松一点，你也同时改变了你与世界之间的互动。而那个互动一旦变柔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很多事情不需要用力，也可以慢慢的展开。风很大的时候，你会下意识抓紧什么？抓住栏杆，抓住节奏，抓住一种让自己不被吹走的方式。但有时候，你不是被外面的风影响，而是你里面的不稳，让一切看起来更动荡。你开始注意到这一点，通常是在某些重复的时刻。事情一有变动，你就开始不安，一点点的不确定就会被你放大。你会提前想最坏的结果，会急着确认，会在还没发生之前就开始紧绷。你以为这是在准备，是在让自己更有掌控，但同时你也在消耗。你把很多力气用在预测与防备上，而这些力气让你的内在变得更不稳。你越想让事情稳住，你的反应就越急。你越急，外在的节奏就越乱，对话变得紧张，选择变得仓促，你甚至开始做出一些并不是出自你真正想法的决定。这样的循环让你越来越疲惫，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停下来，不是因为事情解决了，而是因为你发现，再这样反应下去，只会让一切更混乱。你没有立刻改变外在，你先回到自己。你注意呼吸，注意身体，注意那个正在紧绷的地方。你没有急着让它消失，你只是看见。慢慢的，那份不稳开始有了空间，不是完全平静，但不再那么急。你开始让事情慢一点发生。当问题出现，你没有立刻反应，你让自己多停一会。当不确定来临，你没有急着填满，你让它存在一下。这些停顿看起来很小，但它们在改变你的节奏。你不再被外在牵着走，你开始有自己的速度。而当你有自己的速度，你就不容易被带乱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一些变化。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失控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比较稳定。不是因为外在变简单，而是因为你不再用不稳的状态去回应。你开始从一个比较稳的地方出发，而从那个地方做出的选择会更清楚，也更一致。这样的稳定不是压住情绪，而是你愿意与自己待在一起，不逃，不急，不对抗。当你能够这样存在，你就有了一个内在的支点。不论外面怎么变，你都不会轻易被带走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你一直想让外在稳定，却忽略了真正可以影响一切的，其实是你内在的位置。当你开始稳定内在，你不是控制世界，而是让自己不再被世界左右。而当你稳住了，外在自然会开始跟着你，慢慢稳下来。
有时候，混乱不是从外面开始的，它是在你还没察觉之前，就已经在内在蔓延。思绪变快，情绪变重，身体开始微微紧绷。你还在做事，还在回应，但其实已经有一部分的你被拉进一种失去节奏的状态里。你会觉得事情很多，时间不够，每一件事都在同时拉着你。于是你更快思考，更快决定，更快让自己往前推。你以为这样可以整理混乱，但越是加快，内在反而越乱。像是一条原本已经打结的线，你却更用力去拉。直到某个瞬间，你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，你连呼吸都变得很浅。那一刻，你没有立刻解决问题，你只是停下来，轻轻地让自己呼一口气。很简单的一个动作，却让整个状态出现了一点点空隙。你没有刻意改变什么，只是多留意一下呼吸。吸气的时候，你让空气进来；吐气的时候，你让身体慢慢放松。一开始，你还是有很多想法，那些还没做完的事，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，仍然在背景里运转。但你没有跟着他们跑，你只是回到呼吸，一口一口。慢慢的，一些东西开始变化。你的身体先松了一点，肩膀不再那么紧，心跳没有那么急，你的存在开始有一点稳定的感觉。当身体稳住，思绪也跟着慢下来。那些原本挤在一起的念头开始分开。你开始能够看清楚，哪些事情真的需要现在处理，哪些只是因为焦虑而被放大。混乱没有完全消失，但它变得没有那么尖锐。你不再被它淹没，而是可以站在里面，慢慢整理。这样的转变不是来自解决问题，而是来自你回到自己。当你稳住呼吸，你就稳住了节奏。当节奏稳了，你就不再被拉着走。你开始有空间选择。你可以慢一点回应，可以看一眼再决定，可以让事情用一种比较柔和的方式展开。这样的柔和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不再对抗的状态。你没有让混乱消失，但你让自己不再混乱。而当你不再混乱，外在的状态也会慢慢改变。你开始明白，很多时候你以为需要解决的，其实只是需要被稳住。而呼吸，就是你随时可以回来的地方。当你开始稳住呼吸，你不只是让自己安静，你也让整个世界在你的感受里慢慢变得柔和。一开始你是想改变它的，那些不符合期待的情况，那些让你卡住的条件，那些你觉得如果不是这样就好了的现实，你很自然的想修正，想让事情更顺，想让环境更配合，想让一切朝你理想的方向靠近。于是你开始用力，你分析、计划、调整，试图把所有变数掌握在手里。你告诉自己，只要再多做一点，就可以把事情拉回来。但现实没有完全配合，它有自己的节奏，有你无法控制的部分，也有一些你越想改变，就越无法推动的地方。那种落差让你开始对抗，你会不耐，会急，甚至会觉得事情在跟你作对。你越想突破，阻力就越明显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有点疲惫，不是因为你不想改变，而是你发现，这样的对抗没有让事情更顺。你停了一下，没有再急着调整外在，你先看向自己。
你开始注意你在对抗什么，是现实本身，还是你对它的期待？这个问题让你慢慢松动，你开始看见，现实并不是阻碍，它只是呈现目前的状态。那些条件，那些限制，那些还没有发生的结果，都只是你现在所在的位置。当你这样看，你不再急着否定，你开始尝试一件新的事，不是改变现实，而是先与它合作。你问自己，在这个条件下，我可以怎么走？这个问题让你的注意力转变，你不再把力气放在对抗，而是放在运用。你开始看见资源，看见可以调整的地方，看见那些原本被你忽略的可能。当你这样移动，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。你不再卡在原地，也不再一直撞墙。你开始顺着某种节奏前进，不是完全没有阻力，而是你不再用对抗的方式面对它。这样的转变让你的内在变得比较稳。你不再急着证明什么，也不再一直想把一切变成理想的样子。你开始接受现实，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而当你站稳，你会发现很多原本推不动的事情开始慢慢动起来，不是因为现实改变了，而是因为你改变了与它的关系。你从对抗转为合作，从用力转为理解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现实从来不是你的敌人，它只是你当下的起点。当你愿意与它站在同一边，你就不再被困住，而是开始在这个位置上，一步一步地走出属于你的路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